13岁，他被推上王位，一个少年站在权力的最中心。从少年到君王，他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仁慈，而是如何在腥风血雨中活下来。韩赵魏楚燕齐一个个倒下，天下第一次只剩下一个名字。他不再称王，而是自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称号，叫做皇帝。他征服了活人的世界，却开始恐惧死亡。他是千古一帝，也是暴政的象征。2000年后，这个名字仍在历史中回响。来，现在就带你们走进秦始皇真正的故事。秦始皇，公元前259年的邯郸，风卷着赵国的雪片砸向质子府。故事主角秦始皇嬴政就出生在这间四处漏风的偏屋里。他的父亲子楚是秦国送来换和平的人质公子，母亲赵姬是邯郸乐馆的舞姬，但被吕不韦押进一场权力的赌局。嬴政的童年没有玩具，没有糖果，只有守门赵族的矛尖。母亲教他压低声音说话，因为隔墙随时有人在听。在他5岁那年，吕不韦买通手力，他的父亲子楚连夜逃回咸阳。为了不被追杀，母亲赵姬抱着他躲进了地窖3天3夜。他告诉孩子，你的名字是嬴，但你的命要先姓赵。9岁那年，他第一次挥剑，剑断血流，时常被人欺负。12岁，命运翻转，父亲成了太子，使节迎回遗落赵国的嫡长孙。他回头望了一眼这座城市，轻声说：我会再回来，但不再是人质。好景不长，刚上位3年的子楚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。身为父亲的他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13岁的嬴政。孩儿，爹只做了3年龙役，这座江山交给你了。这一夜，秦王子楚没能等到天亮，他短暂的王位就停在了这里了。在13岁，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。龙椅很高很冷，高到他的双脚甚至够不到地面。满堂文武低头行礼，口中喊着大王万岁。朝堂之下，吕不韦正在宣读诏书，声音洪亮，字字有力。可这些话，嬴政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他的目光越过朝堂，望向远方的天空。他在心里轻声问自己：这就是权力吗？为什么坐在最高的位置，却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金丝雀？到了夜晚，夜里的咸阳宫总是特别冷。他屏退侍从，一个人在宫殿里行走。他对着黑暗发誓：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所有人听我的命令，而不是把我当成傀儡。22岁，嬴政终于亲政，一国之主的权力真正到手。吕不韦被流放，这个曾经左右秦国的人退出了权力中心。嫪毐被处死，宫廷里的隐患被彻底清除。风吹起他的披风，那个被人操控的少年王终于不见了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：从今日起，寡人要亲理朝政，秦国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寡人的声音。这一刻，历史正在看着他。一天晚上，嬴政、丞相李斯、大将军王翦一起商量打仗的策略。经过一番研究，李斯说道：韩国最弱，我们先从他下手。王翦用他的经验提醒：赵国有名将，我们不能乱来。嬴政没有急着回答，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慢慢移动，最后停下。他说：不用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慢慢吃掉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第一个被灭的国家就是韩国，秦军进城，韩国完了。韩国国君跪在地上，赶紧把玉玺交了出来，所有人都在高喊秦王万岁。可嬴政坐在马上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他突然发现，原来灭掉一个国家比想象中容易得多。秦军的目光很快落在了赵国，李牧将军是赵国最后的屏障。秦军用离间计，赵王不再信他，他知道他的大势已去。经过了3天3夜的死战后，李牧最后战败，被秦军抓了。嬴政劝他投降，保着自己的命，可李牧拒绝了。他最后选择了用死来留守住一个将军的尊严，赵国也跟着灭亡了。现在视线投向魏国，魏国被秦国用水攻战术打败。秦军掘开滔滔汹涌的黄河，把整条河水引向魏国都城。魏王在洪水中假装尊严，跪着地上应喜投降。魏太子被秦军抓走，王宫灯火逐一熄灭，魏国就这样灭亡了。这一次轮到楚国，
王翦带着60万秦军，像洪流一样碾过楚国。在战场上，秦军方阵一寸不让，像一台无情的屠宰机器。这场耗时长久的战斗赢了，代价是牺牲了很多士兵。现在来到了公元前227年，荆轲展开督抗地图，匕首突然现出，嬴政及时绕柱闪避，侥幸地躲过了刺杀。嬴政一箭反刺，刺杀就此失败。在殿外，燕国使团被当场处死，这也加快了燕国的灭亡。就在当天的夜晚里，王翦将军率领秦军渡河攻打燕国。10月，秦军攻破了蓟城，燕国的国都失守。燕王喜连夜向北逃往辽东。5年后，燕王喜在辽水被俘，燕国也彻底灭亡了。匕首失败的那一刻，齐国就已经听见了结局的声音。当秦军兵临齐国城下，齐国君臣早已失去抵抗的勇气。最后一位齐王亲自开城门，迎接嬴政入城。39岁的嬴政站在齐国宫殿最高处，豪气冲天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天下只有一个皇帝，那就是寡人。”嬴政站在大殿之上，宣布废除分封，改行郡县。从这一刻起，天下不再有6国，只剩大秦的36郡。群臣跪拜，山呼万岁。天下刚刚统一，但还远远不够，所以他要统一字体，命令才能传遍天下，这叫书同文；统一道路，军队才能日夜奔袭，这叫车同轨；统一秤和尺，买卖才不会欺骗，这叫度量衡统一；统一钱币，6国就必被收走，只留下秦半两。从这一刻起，天下被一个标准牢牢拧在一起，统一完成。可秦始皇又发现人的嘴还没有被统一，于是他焚书坑儒，书被烧掉，说话的人也一起消失。统一后，秦始皇修长城，用100万民工把北方的防线连成一条巨龙。他又建阿房宫，用百姓的血汗堆起一座惊世豪华。他也命人秘密建陵，让他死后仍能掌控天下。他掌控了一切后，开始怕死，四处寻找长生。他派徐福出海求仙，去寻找永生的神秘彼岸。秦始皇在第3次东巡时，病情加重，御医束手无策。御医们已知道无药可救，只能看着皇帝的身体慢慢虚弱。赵高跪在床前，建议回咸阳调养，但嬴政坚持拒绝了。他只想找到长生不老药，继续东巡，继续追命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嬴政在沙丘宫走到了生命尽头。他穷尽一生寻找不死之身，到最后才发现长生不老只是一个梦。他的身体被送进骊山深处，山川为墓，星辰为顶，木门合上，一切声音被永远留在地下。他死了，但军队没有解散，仍在为他守着帝国的梦。他用一生把天下拧成一个整体，可最后没能拧住自己的命。如果真的给秦始皇得到了长生，你觉得世界会有什么改变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侦太郎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，拜拜。